It's not a coincidence. You have bad taste. Miss Fernand, all the news are garbled. Well, according to my information, this woman represents the Yuju Group. Am I right? When the goods arrive, I hear that they same to sea. Hi, sir. Our ship hadn't sink in the ocean, just meeting the storm. We are fighting to instate a connection. At the same time in China, our company faced a storm of rumor. Even in China, so many famous brands made by enterprise in townships and dumps. So please let Miss Fernand don't disguise replacement of conception. Hey. Se les cayó algo. Our company takes the metro skilled workers. Our donated sun drive will be taken to the most needful place. All the time, all along today, we have our chairman Wang Xing are working in disaster to be a volunteer. Well, where's Mr. Leon? Tonight, I want to tell you that his agreements with you are all fake. He didn't sign any contract in China, except the one with the Yuju Group, of course. As a Chinese people here, I can be improved by Miss Liu. He is not only working with Yuju Group, go with all business company commercial. Well, who are they? Did I listen wrong? Miss Fernand, this is a trade secret. We can't make it possible to share. Well, marketing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Young Group's design is unique. After all, they are from Shanghai. Well, in the contrast, the Yuju Group's design is horrible. So may I ask, did you see it? All the ladies and gentlemen, I wore the necklace today. It's a new production of Yuju Group. So please let you guys to have a look. The taste of a necklace. Where's the floor? Miss Fernand, so you have some prejudice. Lady, I cannot say anything in front of you, but may I invite you to have a dance? I apologize for my lack of manners and my rudeness just now.哎，你今天把我吓到了，原来跳舞还跳得那么好啊！还好吧？哎，但是你怎么把费兰德摸得那么轻？我自己都不知道他家族兄弟不和呢。这是我长这么大撒的最大的一个谎。哎，你还身后说你代表其他公司的时候，真的太吃惊了呀！这就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你在一起久了，你身上的坏毛病都被我学到了。你得感谢一下你自己。哎，我有点想不明白一件事儿。费尔南德除了攻击我们，对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那他今天这个舞会的目的是什么呢？虚荣吧？不会是虚荣。如果他这个局不是为我们设的，那就一定是为那2个客人设的。你是说他让
他要让那2个人看自己失利。你不是见过他们俩吗？你记得住他们长什么样吗？应该能记住了。好像在哪儿见过了。真的？那就好办了，我们一定能查出来。喂，干妈，咱们那船货到哪儿了？货暂时还没有消息，有消息我会马上告诉你的。你昨天那个酒会参加的怎么样？费尔南德在所有经销商的面前把我们在国内的丑闻爆了出来。外国人也用这么下作的手段，想搞臭我们。他还请了2个神秘的客人，我刚把那2个人的资料查出来发给你了，干妈你看一下。等一下啊。其中一个是东南亚最大的五金经销商，还有一个是北非最大的日用百货经销商。你怎么看？我跟亮商量了一下，费尔南德可能是想放弃杨氏，另辟一条新的战线。我想，我要在这边多待一段时间了，跟雷昂去各个市场多走一走，来巩固一下我们在这边的销售网络。好，随时保持联络。辛苦了，爷爷。你也是。好，拜拜。你干嘛这么看着我？那条项链是他送给你的吗？不好意思，我这是有点好奇。我好奇，因为我准备给你送一条。都感谢你这几天的努力，感谢你为我做第一次撒谎。晚安。骆总，就让我们捏几颗妆。你待我睡着就行。你最近经络不通，是不是休息不好？严重失眠，想睡也睡不着，就算睡着了也做噩梦。哎，小宋，这晚上老是梦见一个人，说梦话都叫他名字，这怎么回事？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骆总，你一定白天总是想着。爸，我想认真的跟你谈一下。谈什么呢？他为什么不让我们跟外公住在一起？连见面都不行。你这个事情，你妈妈怎么讲？她说，外公不好，是骗子，是混蛋。
确实你外公过去是骗过他的。可你们也老骗我呀。我们哪个骗你了？我妈答应过带我去迪士尼，你也答应过带我去 NASA。我妈没时间也就算了，可我查完 NASA， 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进。拉萨为什么就没有资格进？不就是在西藏吗？是 NASA。你觉得我不能考？你肯定行，因为啊，你是我外公。你又喝那么多酒，吃饭了没有啊？小光，这你天天在家待着，还不如去上班呢。也不去帮我爸盯着点买卖。小光，我跟你说啊，你这么下去可不行的。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抛弃生父不养，一度闹得沸沸扬扬。陆玉珠女士也几次拒绝采访。今天我们终于见到了当事人骆老先生。骆老先生，您有什么话要给大家讲一下？小姑，你再说一遍，我在电梯里信号不太好。姐，你看电视，怎么了？现在负面新闻满天飞，所有的情况非常不利于我们玉珠集团。怎么了？我是骆玉珠的爸爸。打电话，给电视台打电话。我知道了，我马上通知他们停止播放，否则我去告他们。最近外头的传闻都是针对我女儿的，我也一直在躲。我怕见你们，我真的是没脸见人。她10几岁的时候，我就把她卖给了人贩子，在她最艰难的时候，我也骗了她的钱。我是天底下最混账的爸爸。我原来是一个赌徒，赌徒在赌钱的时候就跟着了魔似的，六亲不认。所以你们都错了，你们以为他对我不公，那是因为他一次又一次的原谅我这个爸爸。他受的伤害太深了，他能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是因为他的努力、勇敢。来的一切都不容易，所以他不应该再受到委屈，受到惩罚的应该是我这个爸爸。玉珠，爸爸是个混蛋，爸爸是个混蛋。你外公是混蛋？哎呀，我外公可是英雄，是我最好的朋友。玉珠，当年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人贩子，他们说是来接亲的。当你走了以后，我就后悔了，我去追你。当我追到他们的时候，你已经走了。玉珠，我真的是没办法。那些要债的追到家里来，要用你来抵债。你长大成人了，我真是怕他们把你。我想死过好几次，可是我不能死，我要替你还债。
玉珠，爸爸对不起你，玉珠。陈总，咱的货都赶了，咱。有的时候真的很羡慕你，从来不知道那个叫父亲的人是谁，长什么样子，在哪里生活，可以当这个人从来就不存在。我没事的。小柱，我们的船驶过风暴去了。妈，还要问什么？你问他搬到义乌来，是不是就是为了来找我？妈，你该原谅外公了。当时拿走我钱的时候，有没有管过我的死活？妈，问。别信他，关机。妈，厂长，哎呀，你不要叫我厂长，应该是我跟你叫蒋厂长才对啊。大伙儿前2天还念叨着您呢。哎，我们不讲别的客套话，我问你啊，我们厂怎么了？不好意思跟您提。你得跟我讲啊。您是看了那条新闻的吧？对呀。你看，前2年还好好的，一直说我们厂又改革又创新又出新产品，怎么说倒闭就倒闭呢？而且你为什么不跟我讲呢？我没脸见您啊。这不杨总跟您在欧洲那边打价格战吗？我们打价格战跟我们厂有什么关系呢？他之前非让我们压低成本，把研发的新产品都给停下来，这结果呢，国内市场全被人给抢了。我听说杨总还要关闭一些厂子。你该给我打电话的。我知道您跟杨总是对手，你们肯定有自己的眼光，我不想去打扰。
我陈江河。干嘛要给我打电话？我想问问你，你还准备再降一轮是吗？你到底图什么？打败玉珠集团，赢得市场。哎，你是真想要市场吗？你的智商哪里去了？老飞现在找了东南亚还有北非的2大经销商，你看不出来人家要取代你吗？跟我说这些干什么？我为你好啊！我不想看到说杨氏，死得那么惨，我更不想看到说玉珠，我们这边完全成了一个炮灰，最后死得莫名其妙的。我跟你讲，不要再这么内斗下去了，好不好？这样我们赶紧约一个时间，越快越好，然后我们2个当面谈清楚，你看好不好？我现在就在你楼下。你说什么？你觉得奇怪吧？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我这几天睡不着觉，心里事情多。我让助理打听了一下，你这几天都在公司忙到很晚，所以我就特意过来看看。我就在楼下这样傻看着你的亮灯的窗，像个傻子一样就这样看着。随便看。没想到这么多年，我第一次来你办公室，还不错，很大气。比不得杨氏的啊。我不喝茶。咖啡。知道费尔南德不跟我合作了，选择了其他的合作伙伴。骆玉珠做梦都能笑出声吧？我说啊，你好歹是杨氏集团的总裁啊，这些事情你念念不忘的话，小了。公司催着我回去开董事会，检讨我对欧洲的贸易。费尔南德那边逼着我再一次降价，我已经几天几夜睡不着觉了。你不加糖的对吧？这么多年还记得我的习惯啊？讲实话，你们集团董事会的情况真的不该跟我讲。对你，我还有什么怕讲的呢？我恨不得把我经历的所有的事情都跟你讲。我甚至有的时候快扛不住了。我希望你能在我身边。我先去倒杯水。陈江河，我快扛不住了。我猜到了，早想把你约出来聊，因为这件事情不讲已经来不及了。你觉得现在这个样子是抢市场吗？现在其实是我们2家在这相互残杀。按说呢，玉珠也好，你们杨氏也罢，
任何一家甩出来的产品，只要甩去欧洲，一定是畅销的，而且价格坚决不可能这么低。可是现在两败俱伤，渔翁得利的是老费，你愿意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吗？那是个老狐狸。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玉珠集团不想再降了，但是前提是我希望杨氏也能够尽快把你们的价格拉回到一个正常的水准。然后呢？咱们两个去喝西北风，把欧洲的市场都让给别的经销商。如果我们两家联手的话，会怎么样？你有没有想过？谁能打得过我们呢？你不要笑啊，这是事实啊。但是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价格销售体系，对不对？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这么爱做梦？这怎么是做梦呢？你跟德国人合资办厂就不靠谱，在上海商厦1层开店更不靠谱。人家给我们定位是什么？中低档。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到时候鸡飞蛋打，把自己的营地都给丢了。我怎么就那么不信邪呢？杨雪，我陈江河从1穷2白做到现在，不敢讲做的有多好，但是我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向来都愿意去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对吧？别动。你搞什么名呢？就这个样子。你这个样子突然让我想到好多年前你让我帮你，就是这副熊样。哎，拜托你注意你的用词啊！这句话从你嘴里面讲出来有点不成体统。陈江河，你能不能坐得离我近一点？我们在谈工作，好吧？可是我想跟你说心里话。好，你讲。如果当初没有骆玉珠的话，你会不会爱上我？在袜厂那么多年，你对我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吗？真的没有。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你为什么还要纠缠这些有的没的呢？陈洛，妈妈最近特别忙，就不在家里住了。没有人盯着你，自觉一点啊，听外公话。妈，我一直都很自觉的。放心吧，他一直挺自讲的。妈，今晚你在家吗？吃完饭就走。最近都是你来值班。给小玉加餐。吃吧。吃哪个菜？哼，老婆跑了吧？哈哈，您怎么也听别人乱讲呢？跑什么呢？刚才我们在公司还一起商量事呢。别演了，乔姑都跟我说了。他怎么知道的？骆天宝跟他说的。舌头没有不碰牙的，锅也没有不碰勺子的。两口子吵架这件小事情，那不是很正常吗？你干嘛要操这个心呢？当年我那么难你，你是要死要活的去追他，还说叔啊，我非他不娶，啊，你没忘记吧？现在怎么样呢？现在那么难都过来了，难道这件事情还守不住吗？你这个东西真的叫什么？叫做
打江山易，守江山难。这个是说的没错啊，但那么多人都跟着你们呢，你们要拿出点领导的气骨来，好吧？哎呀，员工要是都知道的话，人心就乱了。我跟您讲啊，就不考虑公司，我单纯考虑这个家，我又何尝不想让他回来呢？那就得把他接回来了。您等我过2天踏踏实实再去不行吗？我马上飞欧洲，你不要老催我好吧？你飞归你飞，但是家你要把它搞踏实，不然你飞的也不踏实啊。玉珠这个人你不是不了解，一旦要把他惹急的话，哎，这是因为什么吵起来的？小事情，小事。小事，骆玉珠是计较小事的人嘛，就别跟我来这一套了。谁啊？我。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上里边坐。您随便坐，我给您倒点水。有老公有孩子的，怎么就住在这里了？酒店没有好的绿茶。这2天见了陈江河了吗？见了，在公司见了。整个人瘦了一圈，跟丢了魂一样的，让人看了心疼。他这样怎么就能够工作呢？玉珠，叔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当年叔对不起你，你进这个家门真是太难了。你说你跟江河分隔了8年，又重新聚在一块儿，真是不容易。怎么现在就说走就走了呢？叔，我没想走。那就回去，跟叔回家。他陈江河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叔给你做主。风筝没有线，飞不高。你就是陈江河的一根线。陈江河，我告诉你啊，以后要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你就给我滚出去，滚出去！叔，进去坐会儿吧。我就不进去，我回我自己的家，我习惯那里了，好，华金，慢点开啊。你穿成这样，是一会儿还要出去谈事儿吗？没有啊。那干嘛穿成这样？
啊！哎呀，哎，你晚上是不是一直在上网啊？没有啊。那你打什么哈欠呢？你们传染我的，你们打不让我打呀。学习这件事情，完全都要靠自觉。陈总，这有份传真，得需要你过去。骆总，陈总的。王旭，村长，哎，你看，谁来了？秋妍，你怎么来了？班长， These accessories are severely poisoned with an excessive lead content. And where do they come from? From China. The Chinese name of this brand is Wanzhou. Ah, so cunning. Just a small dot difference. This word should be Yu. But the jewelry from Yuzhou Corporate has passed the safety test. Have these products passed the safety test? It doesn't include that these workers are exposed to the danger and risk of working in a polluted environment. I strongly suggest that related products from China should be thoroughly investigated. 这不害人吗？这怎么办？这完彻底完了，这下怎么办呢？这吴姐，什么要完了呀？玉珠啊，你别提了。来，你看看，你看看。哎，你说这美国人不是有病吗？把玩具的标准又给提高了。我家厂里那批玩具刚准备要出口呢，这下不全废了吗？你说？人正不怕影子斜，你家产品质量挺好的，你怕什么呀？
按最新的标准，我们家确实有几项超标了。没事儿，吴姐，你本事那么大，什么都能解决。就你会逗我开心。你们做完了吗？做完了，那你坐一吧。行，那我先去了。哎，回头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好吧啊。好的。闲事管得够宽的啊。做美容的杨总，不用那么勤吧，已经够漂亮了。冉文雄找我，是你安排的吧？我就觉得你长得这么好看，没有人看，多可惜啊！骆玉珠，这一笔我记着啊。别客气，不用谢了。是我。手术超标，怀疑工人长期暴露在铅中毒环境。欧盟新标准将出台对中国首饰5金启动调查。哎，来怎么也不给我打声招呼啊？你手机不是没信号吗？怎么跟你打招呼啊？你这，哎，你下次记得说一声啊。谁把我袜子和内裤给洗了？你还好意思说呀？我洗的，再不洗的话都长毛了，臭死了。哎，进去换衣服。你以后别动我东西了。秋月，你进来。啊？你赶紧进来。你看。我得马上回家。周总，您看一下，这是国外10几个代销商的退货单，都在这儿了。给陈总送了吗？我去了好几趟了，他谁都不让进，中午饭都没出来吃。你去工厂？先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澄清一下我们的产品没有问题。你是不是去工厂了？销往欧洲的货降价处理，其他的货售到其他地区。我在问你问题，你听听好，你是不是去工厂了？欧洲市场可能我们要考虑暂时放弃，等时机。暂时放弃，等时机，那然后呢？然后你给我少抽点烟。注意一下你在公司的董事长形象。好，你跟我讲形象是吧？我现在也跟你讲讲形象。你知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挽回我们玉珠集团的形象？就是召回欧洲所有的产品，停工停产。陈董事长，1995年那个假货事件之后，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气。你是在做生意，不是在跟谁赌气。我没有赌气啊。我非常理性的一直在想问题，我想了一整天呢。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我想的东西都跟你一模一样，就是怎么淘宝。但问题那是错的，你知道吗？那什么叫对的？你想了一整天办法，你算过账没有？这样我们要损失多少钱？拿什么养员工？停！
停到什么时候？停到我们找到符合欧洲标准的材料。这就是你认为对的危机处理。罗总，人也好，事也罢，危机存亡之秋，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壮士断腕。老话你有没有听说过？哎，我读书少，我真的听不懂。我只知道无论如何生产不能停。我已经给东南亚的销售商打过电话了，3天以后可以把货发过去。那我通知你一下，我已经跟各个工厂都交代清楚了，让他们停工停产。我知道，所以我去了工厂，让他们恢复生产。我陈江河通知各个工厂，从现在开始，生产事宜听我一个人指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厂家不得擅自恢复。你说这个千钞喵这个事儿，哎，金水哥，哎，金水哥，金水哥，金水哥，你看这报纸上写的是咱们中国的首饰签超标，欧盟要介入调查。您说您这股份撤的也够及时的，要不然也跟着受损失了。要不怎么说这姜是老的辣呢？来，该你走了，上了啊！哎，这哪来？我没收拾行李，怕他看出来。小月，干嘛呢？哎呦，来让叔叔看看。哎呀，小月，听叔叔说啊，明天呢，叔叔就要跟这个漂亮阿姨呀走了。你乖乖的跟着爷爷在这儿好好的念书，等着叔叔回来，好不好？不过，你是个坚强的孩子，是不是？小月，不许哭，不许哭，把眼泪擦干净，把眼泪擦干净。还记不记得叔叔给你讲的过去的事情啊？爸爸没有了。
妈妈抱着叔叔，说什么了？不要哭，要坚强，要让别人瞧得起我们，对不对？对不对？咱们都好好的学手语，学好手语，叔叔就能给你讲爸爸妈妈的事情了。虽然这对你有点太残忍了，但是再苦再难，咱们总得面对呀。就像叔叔小时候爸爸没了，现在家里又发生那么多的事情，但是我相信这些总会过去的，会过去的。借规矩下，费尔南德占领了道德高点，所以不管我们怎么解释都是被动的，人们会先入为主，赞同他，否定我们。所以我们不能做无力的辩解。越辩解越糟糕。行啊，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深了。秋元同学，什么时候到这个高度的？我怎么就够深的了？我了解这些只不过是因为我爸曾经写过一篇论文，但是没有写完。论文主要讲的就是商品不只有商品性，还有人性跟周期性。后来是我帮他完成的。哎，在哪儿呢？给我看看。我才不给你看。你别这么小气行不行啊？你傻呀？我能随身带着吗？我本来打算用这篇论文报考斯坦福商学院的，想出去深造一下。斯坦福商学院，那可是最顶级的学校，你考上了？我考上就不回来了。我想可能是因为论文的作者不能有2个，这样算违规吧？我把我爸的名字也写在上面了。庆幸，庆幸啊！庆幸你没考上，不然的话，我又得等好几年啊。干什么？没事，喝水。我问你等什么？你说清楚啊！哎，对了，既然咱们已经知道了对手的战术，我们就得考虑一下该如何应付了。来，你看，
啊，玉珠公司出雷了，这要比造假那次的事还大，你马上去问问。我已经问过了，我怕您着急，就没跟你说。我哥跟我姐还因为这事儿大吵了一架，两个人意见不统一。这不应该说呀就出来了。陈家可是想学邱云杰当年广场烧货那一招，可这回不一样，这个事情多大呀！咱也不能由他认着性子来了，也不知道骆玉珠能不能拦得住他。妈，啊，是我，我们到义乌了。你赶紧跟我爸说，他们这招叫做借规矩虾，咱们不能躲，要从宣传上下手。我爸也想到了。好，那我们一会儿去公司找你。好，好，我知道了。妈，秋元。咱们一会儿去公司要小心点，门口全是记者，还有商城还不能去。现在铺天盖地的全是负面消息。我妈说一会儿让咱们去公司搞一个新闻发布会，会有几个视频厂商也跟咱们一起参加。还按原计划吗？既然费尔南德用了借规矩虾这招，我们怎么也得表示表示。你能保证查不出问题来？3个月前。玉珠集团刚做完内部体检，放心吧。哎，来，吃牛了，快！给我5分钟，一会儿带你们去抢新闻，别着急。大家都听好了，王总已经派了6辆验血车赶往各厂，为那里的工人做免费的验血活动。作为公司的员工，我们要积极参与玉珠集团的这次献血活动。各部门迅速协调新闻媒体，还有各厂的卫生部，我们要打好这一仗，一定要把这次公益广告做好，而且声势越大越好，明白吗？明白。好，去吧。来，各位记者朋友来。走。邱总，这是您的快件，谢谢。这个事您就别担心了，我不是路上都跟您说好了吗？是吗？你看，哎，你小子还真行啊，比你爸可猛多了啊！这叫什么呀？兵走险棋。哎，对了，夏伯伯，你可给我电话里说有信心的，没有问题吧？是啊，肯定没问题。几个月前刚提现货，啊，其他的我可不敢保证啊。好，我们啊做事情就得做到明面上，至少我们自己先要做到主动。大家伙的思想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吧？工人们都愿意配合，毕竟是免费检查嘛。厂长好，王总。哎，大狗，你不晕血吧？啊，大老爷们儿哪能呢？我今天要献400呢。好啊，行，这样啊，一会儿献血，凡是验血合格、有主动献血的，玉珠集团给大家伙发补助，好不好？还有什么钱啊？大伙儿前段时间被这新闻整得够呛，今天都去给我献。就是，我们不奉献，谁奉献啊？来，跟我来。来。您好，请问这次献血活动您有什么感想呢？天宝，巧姑姐，这个是一些烟跟一些酒，还有这里面是一些衣服，都是摊位上自己卖的，拿着。姐，这我不能要啊！哎呀，你就拿着吧，这就是一点点心意。这回你真的是帮了我们家一个大忙，要不是有你的话，
那不是应该的吗？再怎么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再说这要是让我姐知道了，她肯定得说我呀。这什么话呀？你姐就是我姐，你也是我的兄弟。那姐给的东西你能不要吗？不要，就是瞧不起姐啊。那什么呢？你就收下吧。好吧。行了行了，你上班吧，我走了啊。再见。你看你这身体，就不该献那么多血。就是啊，这身体还献血，慢点。夏伯伯啊，咱们这有红糖吗？哦，我去准备。好，等会儿。你逞什么能啊？我没事儿。什么没事啊？刚才一下就晕倒了，你吓死我了。哎，对了，我妈看见没有？看见了，说他这儿子辛苦了。要是我爸也能看见就好了。你是小孩子呀，刚才还像个领导呢，现在怎么跟小孩一样？你去表扬吗？我没长大。我本来就没长大呢。哎，你还没夸我，你夸夸我，你夸夸我。我看你是没事儿了，那我走。哎，不是，哎，秋元，秋元，哎呦，头晕，你过来，你叫我靠靠。哎，不行，晕，哎呦我操！好吧，好吧。哎，你别摸我头发发型。你到底真的假的？是真的。哎呦，哎，疼！跟你聊这么一会儿啊，我是真的觉得你的实际年龄跟心理年龄严重不符。杨总真是好眼力，我心理年龄确实比看上去要老一些，可能是因为经历过一些事情，让我的心跑得快一点吧。我可以问问你，经历了些什么吗？我父亲去世那年，我出了国。我们两个有相同的经历，同样遭遇过重创。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杨氏的危机已经解决了，我求贤若渴，我可以出双倍的年薪聘请你，附加条件我们都可以谈。难道就真的没有可能了吗？这家商学院是世界上排名第一，也是我前一段时间最想收到的录取通知书，是我恩师极力向我推荐的，所以我选择放弃。因为玉珠集团，我跟玉珠集团不是雇佣关系，更跟金钱无关。因为王旭，还是你干爸干妈？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姐妹，甚至好朋友。在我这儿，你不会成为附属品。附属品，杨总，你有点挑拨啊。秋妍，我是真的很关注你，很遗憾。好吧，答应我，我们就当今天没有见过面，好吗？我不想让他们知道。Everybody, listen to me. I have news from Yiwu. Chen is on his way here. He will explain all the problems when he arrives. For now, I guarantee there is no problem with any of these products. And we will have the price reduction. Nobody wants poison protection, I think. Look, just be patient, okay?
有了您的帮助，我终于可以跟董事会交差了。又收获这么大量的食品或信件，对我们来讲是从来没有过的。阮先生，您这么帮我，我真是无以回报。要不这样吧，我们杨氏一定会尽力帮你打开国内市场。杨小姐，客气。真的不打算再有附加条件吗？你千万不要多想。我袁文雄从商那么多年，靠的不是趁火打劫。如果玉珠集团需要我帮忙，我也会答应。只不过效仿不了杨氏，减不到量而已。但是有一些外国的媒体说我们的工人是在有毒的环境中工作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所以我们在搞这次献血的活动。好像玉珠集团我们的工人不需要我帮忙的血液，而且玉珠集团还会向社会不断的献出那这个爱心。是他们的公职吗？这个是骆玉珠的大儿子王旭。老子英雄，儿子好汉。为自己的公关总算做得不错，这家族有义气。来，你这鼻炎够厉害的呀，来势汹汹啊！这还算好的呢，以前更严重。怎么弄的呀？真想知道啊？我跟我妈去美国以后，就没睡过她家里一天。我寄宿，住大学生宿舍。后来呢，就开始勤工俭学，自己租了一个房子，搬地下室。可能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病根吧。就是那种又潮又阴的地下室。就是经常会有蟑螂出没，晚上的时候呢还会有老鼠。就因为这个，我还养了一只呢。小老鼠啊，晚上叫的都睡不着觉。我觉得你要是住在那儿，你肯定会被吓死的。干嘛啊？不是去公司吗？我认识一个老中医。赶紧去公司吧，我还有事儿呢。秋妍，你赶紧把你的这鼻炎病根给我治好了，不然的话，你别给我去公司啊！别闹了，又不是什么大病。行了，别废话，这事儿听我的。还挺厉害。阮先生，不好意思啊，请您代销的东南亚的协议恐怕无法履行了。董事会还没有通过，还好我们只是草签。不过，给您带来的不便，也真是对不起了。我们原始从来不跟人家草签，签了就要执行。我不是跟你说，我是让你转达给一些麻烦的董事。杨小姐，先生说，如果你为100个活跃，也可以，我担得起。阮先生，现在我在你楼上，能不能一起吃个饭？哎，千万别往下挖。有苦告警的。我是知道你们董事会的人很难搞，所以我赶过来。阮先生，我现在不得不怀疑，我的董事会是不是有你的卧底？我是饿着赶过来，吃好才有好心情。你怎么知道我有恐高症的？上次在你公司见面，我送你下楼，
电梯停了一下，突然看见你的脸色很难看，我就知道你是缺乏安全感。阮先生，你太可怕了。哪里？只是敏感而已。我对接触过的人有一种天生的直觉。很遗憾，我的董事会没有通过这份协议。你这个问题在哪里？因为他们是你爸爸留下的人，老人，他们在等着你出错。所以那一次欧洲市场就是个例子。10年以后，这些老人一直在等着看笑话。你把货评价传给我，他们就抓着这个话题大做文章。你觉得他们跟你怎么说？会找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跟你抗衡，然后把货转到那个国内市场保持利润，在暗中接触那些上市公司，准备吞并杨氏。假使遇到黄金涨价，保证他们这些老人可以获利离开。干嘛用这个眼神看我？据我所知，我董事会里的人已经有人在这样做了。阮文雄，我绝对没有跟他们任何一个人接触。杨小姐，你觉得我们阮氏有这个必要吗？那你怎么能猜得这么准？因为我也经历过，在我爸爸去世那年，我的元老们也是这样对付过我的，而且比你更加变本加厉。所以我有1万个办法帮你对付他们。